Hello，朋友们，欢迎和婷一起逛北京。今天遛弯儿就从眼前的这一家北京三河稻香村开始。这家糕点店是许多北京小孩的童年记忆，可以说我们就是吃着他家的糕点长大的。走，咱们进去看看。这里的糕点五花八门，种类繁多，甜的、咸的、花香的、果味的，总有一款对你的胃口。你可以买一些小零食、小点心，边走边吃；也可以买一些糕点礼盒，送给家人和朋友，作为北京的特色礼物。我们现在在路口等红绿灯儿，马路对面是一栋3层的白色建筑，这是一栋老建筑，曾经是这一带的制糕点，如今是一家中国书店。这座院子曾经是一座道教的寺庙，庙里面还保留着一座明代立的石碑。咱们现在走到院子里去看一看。现在这个院子修葺一新，是一个文化活动中心。你可以在这里喝咖啡、晒太阳，跟朋友聊天小聚，非常的舒服惬意。现在正是北京花开的季节，院子里的花开得正旺，红色、黄色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是4月份了，北京的天气特别好，蓝天白云，中午的太阳暖乎乎的。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遛弯、逛胡同，跟朋友一起聊聊天，喝喝咖啡。北京的胡同宽的能过汽车，窄的只容一人通行，阡陌交通，生活百态，车铃声、叫卖声，小孩子的打闹声，特别热闹。偶然遇到晒衣服、整理花草的居民，大胆地跟他们打个招呼吧，他们会热情地回应你，甚至会跟你聊上几句。北京胡同里的这些民居，现在依然有人在居住。像我们眼前看的这个院落，就属于私人院落，并不对外参观，我们只能从外边看一看它的外貌。我们眼前的这座饭店是一座非常有历史的建筑，它也是北京最早对外招待外国友人的旅店之一，如今它依然在营业。现在的胡同里开了很多创意小店，卖一些文创、非遗、好玩的小玩意儿。如果你来逛胡同，别忘了进去逛一逛。如果你喜欢中国文化，一定对京剧有所耳闻，听说过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落，就是梅先生的出生地，是梅家的老宅。这个院落2025年才开始对外开放，可以免费预约参观，同时2楼还提供咖啡简餐，可以逛一逛这里的文化展览。4月份的北京虽然还有一点冷，但正是花开的季节，百花齐放，特别的漂亮，很适合打卡拍照。眼前的这个院落也是一家博物馆，里面有许多非遗的文化展，
既可以看展览，也可以体验非遗文化项目。这个鱼缸是居民放置在屋外的，里面有许多的小鱼游来游去，上面还布置了小猫啊、小乌龟缸啊、小兔子之类的，作为装饰，特别的有趣，特别可爱。眼前的这个建筑也是一栋有历史的建筑，它曾经是北京寄电器厂。如今这栋老建筑经过重新的修整，焕然一新，有一家邮局可以寄明信片，也可以在这里喝咖啡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张亮麻辣烫新店开业了，现在这个院子是一座寺庙，今年是中国的马年，所以现在院子里会有关于马文化的展览，可以进去看一看。眼前是一个屏风，关于马的一些不同朝代的介绍。走进院子里面，阳光非常的好。院子里有几个鱼缸，里面小金鱼游来游去，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，很漂亮的样子，很适合拍照。这个院子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，就是户外结婚登记处，新人可以在这里领到自己的结婚证，还可以打卡拍照，非常的出片。接下来我们继续逛胡同。走在胡同里，家家都种着绿植，有菜，有花，有树。很多人来到这儿，都以为琉璃厂打一开始就是卖笔墨纸砚、文玩字画的，其实不是。它以前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，人口不多。谁能想到几百年后，这儿能变成全北京最有文化的地方，吸引那么多名人来这儿扎堆儿。这个地方定名琉璃厂是在元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元大都定在北京，要建皇宫，就专门在这儿设了官窑，专门烧皇宫用的琉璃瓦，琉璃厂的名字就这么传下来了。到了明代的时候，烧制琉璃的厂房搬到了近郊，而琉璃厂的名字则作为时代的记号保留了下来。琉璃厂文化街主体呈东西走向，全长也就几百米，但是不要小看这几百米，每一步都有故事。这儿以前还有4处菜园，是当年琉璃厂的窑工们种菜的地方。许多胡同名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，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逛琉璃厂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那些老字号，每一家都有几十年、上百年的历史。先说说最有名的荣宝斋，它可是琉璃厂的老大哥，前身叫松竹斋，是康熙年间开办的，主要卖纸张、文房四宝。算下来，至今有350多年的历史了。后来，松竹斋经营不善，新店主取了以文会友、荣名为宝的意思，改名为荣宝斋，还请了状元郎来题写匾额。那些文人雅士也经常在这儿找书、论书，跟咱们现在和朋友泡咖啡馆似的。渐渐的，许多文人雅士聚集于此，荣宝斋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，生意也越来越热闹，成为了这条街上最热闹的店铺之一。到了乾隆年间，朝廷开始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天下的文人都扎堆跑到北京，琉璃厂就更热闹了。当时负责修书的官员
每天都要列个书目，到琉璃厂的书铺来找资料。琉璃厂真正热闹起来是在清朝中叶的时候，那时候科举考试特别火，全国各地的举子都来北京赶考，大多就住在这一带。举子们要读书写文章，需要许多笔墨纸砚，商人就瞅准了这个机会，在这儿开启了书铺、文具店。慢慢的，古玩、字画、碑帖也多了起来，琉璃厂就成了举子们的补给站，也慢慢变成了京城的文化中心。除了荣宝斋，我们还要聊一聊另一家老店伊德阁。这是一家清朝年间创建的专门卖墨汁的店铺，是由一位来京赶考的学子创建的。虽然他没能考试成功，但是他开了一家墨汁作坊，以方便来此赶考的学子。他还写了一副对联：一意足供天下用，得法多自古人书。伊德阁的名字就是取自这副对联的首字。逛着逛着，你就会发现，琉璃厂不只是卖文房四宝，更是北京非遗文化的聚集地，而且有好多的建筑和故事。除了荣宝斋的装裱修复，伊德阁的墨汁制作，这儿还有许多非遗技艺，让你能近距离地感受到文化的魅力。除了古文化街，琉璃厂还以场店庙会闻名，那可是北京的8大庙会之一，也是一个不以庙为名的庙会。最早起源于乾隆年间，庙会期间，路边有各种老北京的小吃杂耍，这里是北京人春节最爱去的地方之一，年味儿特别足。以前的庙会不只是卖东西，还有文人墨客在这儿题诗论画，特别有特色。其实琉璃厂就只是一条普通的老北京胡同，但是这儿的每一家店、每一座建筑、每一块砖瓦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跟历史名人挂钩。纪晓岚、康有为、老舍，他们都来这儿逛过，有的还在这附近住过。今天跟着我转了这么一圈，其实也只是琉璃厂的一小部分，还有许多隐藏的小店铺、小故事，等着大家来发现。如果你喜欢老北京的故事，来琉璃厂走一走，一定不会失望。这儿没有网红打卡的浮躁，只有老北京的烟火气和文化底蕴。